平历史悠久，文化底蕴丰厚，人文荟萃。早在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，就有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。宋淳化5年制县，制县1000余年，千年古意，沧海桑田。勤劳智慧的武平人，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生不息。在改造自然和社会进程中，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，沉淀形成了具有武平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还有讲的就是啊，嘿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好嘞，准备好了。那就准备好了。那我们开始练吧。好，来。石帆在闽西至少已有600多年的历史。石帆乐队由约10种乐器组成，包括管乐器、弦乐器和打击乐器3大类，主要流传于闽西客家，用于祝贺迎亲、寿宴、生日、金榜题名等喜事。队员中最年轻的也已进花甲，即使年岁已高，每当空闲时，他们都会来到同一个地方，拿上练习多年的乐器，共奏出一首即将失传的乐曲。当一天的序曲奏响，在这一个古老而静谧的县城角落里，手工匠人也开始了他们的劳作。武平中山古镇，人不逾万，户不逾千，方圆不过2里，但在闽西绝无仅有。古时有5所中山镇闹花灯，如同南京城花灯节。如今掌握花灯技艺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。今天我们继续制造宫灯，大家有没有准备好？准备好。为更好地弘扬和传承这一技艺，中山镇在当地学校专门设立了花灯制作课程，由花灯传承人程师傅专门授课。同样从古至今纯手工制作的还有火龙，这一工艺相传始于明朝年间。客家火龙一般由经验丰富的大师傅掌持，整个制作过程大小20多道工序。客家火龙以其精巧耐用而闻名。钵中炭火可保暖1天，深受周边乡镇，尤其是高寒山村群众的欢迎。武平猪胆干是福建武平传统的汉族名菜，距今已有380年的历史，属于闽西8大干之一。它风味特异，苦中带甘，香而微甜，柔韧适口，
具有生津健胃、清凉解毒的功效，是宴席冷盘名菜，凡品尝的人无不拍案叫齐。珍珠粉有着严格的季节、地域限制，以优质大米为主要原料，煮熟后一颗颗晶莹剔透，冰清玉洁，丰润原始。红菌豆腐渣是闽西及粤东特有的客家美食。相传下南洋时代，许多人在回家乡探亲之前，常预先写信，嘱咐亲属买好红菌豆腐渣，加工后用瓶装好，以便带往南洋，赠送亲友做菜品尝。红菌豆腐渣的制作工艺简单，发酵迅速，味道鲜美，备受人们喜爱。而它的历史有多久，已经无从考证。仅知在味精问世之前，常用来替代味精。武平县下坝乡盛产各种中草药植物，人们把仙草熬成汁，与地瓜粉混合后形成的非饮非食的食物，称作为仙水冻。每逢盛夏，作为去暑、解毒、清凉的草药使用。如果说这些是客家美食小而美的特点，那么博采众长的祥义宴便将包罗万象的客家文化发扬得淋漓尽致。清朝末年，下坝至潮汕的水运航道逐渐开通，武平厨师博采众长，利用武平当地的禽畜肉类和山珍与外来的海产品进行巧妙的结合，烹制成具有独特风味的祥义宴席。同样极负盛名的客家美食还有中山酿豆腐、簸箕板、糍粑、树叶板、18子糕等，当地人常将它们作为宴请宾朋和馈赠亲友的佳品。武平地区山高水长，本不适合农耕作业，但勤劳的客家人在千百年的时间里，一代又一代辛勤耕耘，如愚公凿山。清朝嘉庆年间，经几代人的努力奋斗，把大片的山坡田开垦成农田，并开始种植花生和杂粮作物，成就了名闻各地的盐前东风石灰、酥花生。地处一眼望三省的民主乡高横村，这里生产的高普茶有300多年的历史。这里气候温和，云缠雾绕，雨量充沛，积温高，日夜温差大，春季回暖快，秋季降温快，非常有利于茶叶优质生长。清朝初年曾作为朝廷贡品，驰名于闽粤赣地区。武平人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在当地盛产鲩鱼、鲢鱼、鲤鱼等鱼类，人们以此为主要原料，添加焦玉粉或地瓜粉和一些佐料，将切割好的鱼块经手工反复捶打成圆形块，再投入油锅中炸至金黄色时起锅，这便是武平特有的锤鱼。武平客家人秉持生生不息的信念，每劳作之余都爱用客家山歌表达对生活的感受，表达男女的爱恋。山岗、河岸、村庄、田园，豆蔻年华，青山作证，嬉笑怒骂，
信手拈来。闽西客家的先名是由中原向南流徙，燕居闽西。这一条南迁路线是古代中原人民和南方交往的主要通道之一，文化交流当然亦循此道。闽西汉剧自清代乾隆年间传入闽西，期间不断吸收当地方言和民间音乐，于嘉靖年间逐步演化成闽西本地的地方戏曲。而武平县就是闽西汉剧的发祥地之一。闽西汉剧曲调或高亢明快，或低回委婉。200多年一路走来，伴随着武平风雨高歌，世事变幻，一片空场，一席人群，就能让经典传承挺立不倒。阿金就跟你講個故事好唔好啊？好。就講一個成語咁嘅好唔好？好。好，講啊！有好多那個老鼠才拿的。老鼠。老鼠。还有兔子。还有兔子。听爷爷用君家话讲故事，是武平每个孩童最早了解世界的窗口。君家话是武平特有的一种方言。汉武至嘉靖年间，当此地还是武平所时，派驻至此的驻军将各自的方言融合成了特殊的君家话。要阿里达，哦，你给打。为了将祖籍地的方言代代相传，他们规定，凡是娶来的客家等非军籍媳妇，一律要在家中说君家话。由于君家人的强大的凝聚力和排外性，君家话流传了下来，并走入了百姓家。为了庆祝一年的收成，感恩大地的赠予，感激上苍的眷顾，祈祷来年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阖家平安，武平人会用民间特有的方式来庆祝。这一天，全村人会着传统盛装，在宗祠进行庆祝。首先进行敬天地、拜祖先仪式。仪式过后，全村人将点燃龙香、舞动长龙和客家特有的香火龙走街串巷。每家每户都会点燃蜡烛、燃放烟花，以示迎接龙的到来，象征着好运常在，日子红红火火。除此之外，作为武平作为客家文化的主要地区，在悠久的历史中吸收并衍生了许多独特的祭祀仪式。在春节期间，人们点亮马灯，跳起马灯舞，以此来庆贺和祈福。城乡镇园丁村以竹木为船毂，以彩纸彩布为船身，四周挂上小灯笼、小流苏、彩花、彩珠和人物纸塑等，
配合乐队的伴奏，模仿行船动作，用客家话表述，使观众一听就懂，很受大家欢迎。而在武平万安镇，每年农历正月26举行盛大而隆重的剥皮公爹祭祀活动，历经近千年而不衰，形成县域内一大特殊的人文景观。生活是那么艰难，不论风云变幻，在武平人的心中，永远不变的是热爱生活、积极向上、情怀放达的理想追求。正如他们信奉的定光古佛。定光佛圆寂前，因保护客家人幸福安康而受到客家人敬仰，被奉为客家人的守护神，是定光佛信仰的发源地。千年来，定光古佛以他勤勉善良的属性，成为武平人民心中的光明之神。而随着移民渡海去台，定光古佛之信仰也随之传到台湾。石家拳又称四部拳，原出自石家棍。相传以前此拳棍术有杀敌防御的作用，而现如今修习此术有着修身养性、健康强体的作用。如果说石家拳锤炼了武平人民的体魄，那么一年使用杂字文则提高了武平人民的精神文化水平，不仅被人们称为客家社会的风俗画卷，即使时至今日，仍然是研究客家民俗文化的一份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料。武平人集刚健和柔顺两种不同的特质于一身，代代传承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。这种精神力量根植于武平传统文化，已经渗入武平人的精神血脉中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条精神命脉，也是武平人民生生不息、傲然挺立于世的精神之源和力量之源。